在短视频、直播和热搜热榜霸占注意力的今天，人们的阅读方式越发趋同，也造就了每个人一夜成名的机会。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流量吗？我不是流量，但我创造过流量。邀请我们的有290万的粉丝刘涛老师。那个时候能意识到互联网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？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网红啊之类的，就是一直以来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农民在看待。有人等风来，有人乘风而起，也有人被风吹过。你骂我的人，你给我了什么帮助啊？你有什么权利来指责我呀？我说我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，这是我火的时候说的一句话。我参与这个时代的兴奋感，以及可能会落败的这种我自己的无力感，全部都在我身上集中体现。欢迎大家来到老陈故事会。好，咱们加粉丝团呢，咱们才能这个连麦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你好，哎，我不是陈 Sir， 我已经不是了啊，咱们不能再以这称呼了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为了国家安宁，我们紧握手中枪。谢谢，直播间现在33000人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。基本上每场都会啊，每场都是啥？你看，这是43分钟，快1小时左右，47万人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很快就到就是前几名了。啊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看我们这故事会了。但是我们的收益真的不多，你看300块钱，不是他们想象的，说一天我就挣几百万、上千万，300块钱。那你在这个网络当中，经历了非常大幅度的起伏啊，你想过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就是我吹出来的。别刷了，这可一个3000块钱呢，333个100万呢。你本身并不适合网络，走红是一次意外。我决定辞去警察职务，脱掉警服，不要脱掉初心。无论他怎么选择，我们都感谢他为反诈公益做出的积极贡献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火了？有什么标志吗？上大街上谁都认识你。出门也是，不管是飞机上啊、火车上啊、路上啊，都有人认识你。火了不应该高兴吗？人红是非多，人红是非多。我听到你说那个单位接到很多举报啊，这些。对。单位的举报就是还来源于那次我做那个公益活动，本来初心是特别好的，100万打赏，一来了，就大家就好像就是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一样，哗，立马风向全变全改。举报的、实名举报的、骂的就全来了，就特别的。我们单位那个接电话的这些小孩就告诉我，说是要加一部电话，专门来接待就是举报我的。我以前认为我辞了职之后我就普通人了，我现在我一样，做不了普通人，回不到普通人。就是说大家把我要求的还和以前一样。好像你就是被裹挟在这个网络当中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开始我以为我是普通人了，哎呀，我的直播呀，我的连麦呀，就跟普通人一样，但是真不一样。但你如果想做普通人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就不播了，慢慢大家就忘掉了。我觉得我从开始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做的事儿并不是错误的一件事儿。哎，我现在我觉得挺强大。那天我直播说了，
哎，一个黑粉不拉，来着就是客。你有你的不同的观点，说没问题，你骂，使劲骂，好的我接受，坏的是吧？对我是一种辱骂也好，是怎么也好啊？哎，我当看不见，对吧？但你越这样表达，因为我也看你的评论区了哈，有人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老陈是不是魔怔了？他魔怔就魔怔吧，我做我的就不正常了啊。如果他们去这么想，就说明他们很不正常，就是说不能正常的观点去评论一个人去，对吧？你魔怔是啥样表现呢？正是啥表现呢？除非你是傻子，看不出来。比如说我之前也经历过一次网暴，也非常难看难听，但是我觉得还挺难的。你要是想度过那段时间，那就说明你那个声音不够大，还不够大。我这声音够大了，所以对你来说成为一种日常，然后习惯这件事情了。对啊。其实我在最早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在17年，你们相信不？17年我就在快手上直播了，但是那时候的直播更太早了啊！我直播的经常给我封了，给我永封了啊！永封了啊！因为我当时说的，可能大家还17年没意识到呢。我就说这种新型网络违法犯罪，铺天盖地将会成为这种诈骗的，就铺天盖地，可能就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，就认为可能是这种危言耸听吧，就把我那号永封了。就是当时我看到老百姓那种哭声，跪在地上抱着我腿嗷叫唤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内心我没哭，我内心比他哭的我还伤心。我说这要是我妈可咋办？哎呀，但是我确实没有一点的能力，我能帮助他，给这钱，给他被赔的钱，给他追回来。我想，我得给这种事儿说出去，让少一个人被骗，我心里边，我安心。你做这个的呀，所以我那会儿出来了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回家卖红薯。啊，停着吧，也不用说啥，其实。也不会说，不用，我真的不会说啥，吃了会儿就行了。这都真改，不是说你们来了改，平时过年过节真往上改，刚真改。多大岁数了？77了。你77了，你还？啊，整个兄弟。你养着他？啊，我养着他，自打胯摔折了嘛。啊。这刚做完手术啊，没出去，奔我来了。奔你来了？啊，没啥人没有家。哎呀。没事，挺好的，精神很好。我们过来看看你们，也没拿东西，给你拿500块钱，啊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啊，都没事，都乡里乡亲的，给你拿500块钱。就是感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，没事，不用客气，谢啥呀？这玩意儿，甭客气，这是应该的。哎呀，那可不是应该的。谢谢政府，谢谢你们。这玩意儿，这。老陈，你在村子里面的公益就一般都是这样做？对，我们村那个附近的，我们就经常就去，他也跟我去过呢，过年过节了。他们有过得比较富有的，走跟我去。用这么直接的方式。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不一定有这个现金更有实际的这种用处。你买东西有时候他喜欢吃，有不喜欢吃的。就拿点钱是最好的。他说把钱打给你。对，打狗的让我把通过我，再通过你这财务再把钱打给第三方。我演我自己，你演你自己，快演这个自己，这剧就完了。朋友圈也是您的，账号也是您发给我的。就是要有情绪，有情绪演，看到吗？特别有情绪。
从开始笑嘻嘻的，我这领导办成事儿了，到后来就那种沮丧的，恨不得扇自己嘴巴。刚才跳绳咔一扇，你看你那个头像，头像朋友圈全是你啊，错不了啊。啥？不会吧？郑孙，你看过一些评论说你的演技啊什么的这些？我有把有几个段子给删了。就是我的演技呢，就是故意浮夸，让大家就是，我可以说是牺牲了我自己，故意有那种浮夸的那种这种动作呀、表现的表情啊，让大家更能就是说记住我们这个剧。但是有的人确实是就拿出来做表情包啊，也受不了就给删了。那你没有经历过至暗时刻吗？因为谁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场暴力。就和美女主播连的时候，我有3、4天把所有的通讯工具全部关了，自己坐在一个小屋里看书。那时候压力是最大的。什么时候压力最大呢？就告诉你，你在脑子里不断的放电影，在放什么电影呢？你这个事儿的电影，那时候是人压力最大的。我就是在一瞬间就，我就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情况。我想先静静的想了几天啊，想通了，错就是错误，改，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儿。那你那种压力来源于什么？是对未来的恐惧吗？还是未来的恐惧我没有啊？别人说你的经济的啊怎么呀？你以后啊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或者是就是有人也跟我说，你以后就是粉丝量就越来越小了，就没人理你了，你就是一点铁粉了，你慢慢就会退出互联网了。我根本就不考虑结果，我是享受这个过程，我就去挑战，我没有想结果怎么样。我们之前也聊过，就是觉得你在这个互联网当中，其实就是一阵风被吹起来，然后又落下来。你会这样想自己吗？一样，人人都是会如此，人人都可能是一个风被吹起来，完了就落掉了。你要懂得一个道理。什么叫知足？你要懂得知足，就不在乎这些了。我知足，我曾经有过那么好的一段历史就行了，你不用去考虑那么多。时刻对，知足必须知足。那你觉得你走错了吗？或者是你对与错，你就是这条路你走错了，这条路你没走，你知道对与错呀。不要去那样，那你就说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后悔没后悔了，没有后悔药，你后悔不后悔，你都得要去做，去坚持，你不要去想，人生没有后悔。辞职这事儿啊，其实就是想的太多了。如果想安逸，就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就是做一个普通的民警。躺到工作本睡觉了，但我觉得那种情况可能也不一定能实现。我感觉就是我只要当警察一天，被推到那种风口浪尖上去，我不管做什么，它都有不一样的声音。感觉当时自己压力就是来自四面八方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。我感觉我辞职了。是一个最好的一个，最简单的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对，大家吧，单位吧，一种保护也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。家人理解吗？我当时就根本就没考虑家人这一方面，我辞职报告都打上去了2天才跟我媳妇儿说，其他任何人没说，当然不理解，没有一个人理解。别说我家人了，我身边朋友、同事都不理解，我也不跟他们去交谈，不交谈。对，我基本上是早出晚归，跟他们不交谈。
你受到网暴之后，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我儿子有影响，在学校里边，尤其这个那次跟美女连麦那事件之后，全网都骂，孩子们在学校也骂，他和孩子还打架了。我媳妇说你儿子今天跟你打架了，我说因为啥呀？说有人骂反诈老陈了。哎呀，我那时候我觉得哎呀，就是有点酸酸的感觉。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咱们实话实说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我儿子的家长这种会议啊，从来没跟他去参加过一次活动。你去想那多干啥呀？你这不去想了，本来就亏欠人家的。那你怎么看网暴这件事情啊？网暴其实不是我们的网络媒体上面会出现的，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。发言的这些键盘侠，他们各种目的不同。第二还是自身，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？为什么我看着就没事儿，我就当成还有的我自己还开玩笑呢。他说吧，说完之后热度高，是吧？流量大，你还能没准把它当成好事去看，对吧？你每个人看的不一样，还是你自己的认知的。好了，下雨了，我们先去亭子躲一下，走吧。去那个吧，那个大的。听你说你觉得网暴把你给烤糊了，烤糊了，烤透了，烤熟了，成熟了。你没发现吗？我们很多事儿全是在这种咱们说一种困难，或者是一种磨难，或者一种劫难中，你成长了吗？人所以他说不说要感谢两种人吗？一个是对你有恩的，对你帮助的；第二是坑你的、害你的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你永远进步不了。虽然说这些不是坑你、害你的，但是他毕竟让你痛、让你难受、让你不舒服，他确实也让你进步了，对吧？那我其实听下来，我觉得你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它就是一个顺势走过来的。顺势，或许就是必经的一条路。对，必经的，就是说是大家推着你往这个方向走，也是有可能。走到什么样，什么时候结束，没人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最早预测过，我说我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，我将来会去农村放羊，这是我火的时候说的一句话。